如果天降良机，让你有机会过一把超人的瘾，是不是想想就很激动呢？今天的大雄也成功发挥位面之子的优势，直接来了一波拯救外太星的神奇壮举。这天，大雄还在日常做梦，和他年纪相仿的另一位少年已经预见了他的人生危机。说起来，要不是他狠下心，这么个月前，怕是早就和身边的兔子精一命呜呼了。就这样，少年奋力一搏，跑进了超空间。红光闪烁，空间扭曲，大雄也被哆啦 A 梦从梦中叫醒。和以往不同，因为某种未知的因素，大雄和少年产生了关联。只可惜来不及细想，就被胖虎的召唤令喊到了不远处的空地。哎，有谁可以拒绝凶残的胖虎呢？大雄愤愤不平的就去往了胖虎和小夫的身边。原来他们本来一直用来打棒球的空地遭到了中学生的占领，胖虎小夫自然是非常不开心的。中学生就能欺负人吗？但两人又不敢正面硬刚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柿子还得挑软的捏。他们灵机一动，便召唤了大雄，将和中学生交手的神圣任务交托出去后，立马退场呀，根本没给大雄留下任何拒绝的机会。就这样，大雄成功获得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。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跑去和中学生沟通，不仅直接被人给顶了回来，还遭遇了包围。但这也不是大雄在他们雷区蹦迪的原因。寥寥几语，大雄便直接指出，对方是因为球技太差，所以不被允许加入棒球队，只得霸占空地。气得他们眼睛里面小火花刷刷的闪，直接就对胖虎展开了一场大追捕。要不是他蛇皮走位，一个土遁成功掉进正在施工的大坑，怕是生死未卜啊！与此同时，空间再次扭动起来，刚进行了一波跃迁的少年渐渐苏醒，他叫做罗布鲁，身边的兔子精是他的小伙伴，名唤查米。两人因为飞船出现故障，停留在了超空间。而就在罗布鲁准备来场大改造，进行自我拯救的时候，原本堆放物资的仓库竟然直接消失，连接到了一个两个从未见过的世界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直接就给查米整不会了。着急的他上蹦下跳，可罗布鲁也还是个孩子啊，查米的举动只会让他更加手足无措。这个时候，大雄从坑里醒了过来，就在他一如既往摸不着头脑的时候，胖虎的怒吼声自头顶传来，吓得大雄直接就是一个机灵，好不容易从坑底爬了上来，还因为没有完成所谓的任务，遭到了胖虎和小夫的联合追杀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大雄瞬间发动了6000不润的步伐，成功躲进静香家里，获得来自静香的安慰与支持。哪怕胖虎小夫再次上线，也被他3言2语就灭掉火气，答应坐下来好好聊聊，重新想想办法。可办法哪有那么容易想呢？突然，小夫灵机一动，不仅直接把手套甩在了胖虎脸上，还把事情推给了哆啦 A 梦。静香向来觉得哆啦 A 梦可靠，抓着大雄就兴奋地摇了起来。只可惜哆啦 A 梦也不是万能的，怎么可能突然变出一块空地来呢？大雄却3两下就掉下了泪水，弄得哆啦 A 梦都不好意思了，只好松口答应帮忙找空地。伤心人当然不止哆啦 A 梦一个，查米也陷入了自闭。明明是出来宇宙旅行的，但食物却严重不足，要不要整得那么凄凉啊？罗布鲁也没有办法，按照原本的计划，他们今天傍晚就能回家，谁知道会被困在超空间呢？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而且他们生活的旷野星上还有很多人饿着肚子呢。查米却再也忍不下去了，他决定去仓库外面探险，哪怕外面空气质量极差，也无法阻拦他外出觅食的步伐。就这样，查米迅速蹦到仓库门口，开始了一波撞击，吓得正在睡觉的大雄立刻惊醒，还以为地震了呢。哆啦 A 梦和爸爸妈妈快速赶到了他的身边，可没有丝毫发现，只有大雄一个人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。没办法了，谁叫大雄家遗传睡迷糊说胡话呢？大家再次各归各位，大雄也忍不住怀疑起了自己，浑然不知危险正在朝自己靠近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查米抡起大锤就是一顿猛砸，不仅直接将大雄顶开，还勇猛地穿墙而过，吓得大雄直呼救命。哆啦 A 梦刚开始还以为只是大雄胆子小，没想到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还真发现了一个诡异的大洞。两人蹑手蹑脚地走下楼，一探头便看见了一抹粉红，正在冰箱里翻找东西。大雄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一不小心就来了个打草惊蛇，弄得自己和哆啦 A 梦直接就落了顿猛 K。等他们缓过神来，查米已经冲破玻璃逃了出去。哆啦 A 梦不甘落后，拿出竹蜻蜓就立马和大雄追了上去。一番采集互啄后，查米因为空气太差无法呼吸，直接瘫倒在了屋顶。哆啦 A 梦被抓得满脸花，而大雄则确认了自己梦境的真实性，还进一步和查米建立了信任。
在查米的带领下，大雄和哆啦 A 梦成功发现了榻榻米下面隐藏的空间，准备进入飞船。但令哆啦 A 梦没想到的是，通过洞口后，纵横的方向就不一样了，弄得自己跌倒在地。就这样，两人顺着梯子成功进入驾驶舱，见到了罗布鲁。一番自我介绍后，直接就把罗布鲁搞懵了。明明飞船开往的方向是旷野星，怎么会和地球扯上关系呢？难道是因为自己高速牵越的时候，超空间的弧形轨道发生了扭曲？大雄就更不懂了，同等年纪之间知识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？一个会开飞船，一个连跃迁都不懂。罗布鲁连忙化身小老师，讲解起了知识点。行星和行星之间距离几光年甚至几十万光年，所以需要反复跃迁前进，但这会消耗很大的能量，给飞船带来巨大负担，所以飞船便很容易出现意外。那为什么飞船又会和地球扯上关联呢？打个简单的比方，如果飞船是安全带，那么太空船和地球便是扭曲着连接到了一起。说的再简单一点，就和任意门一样，如果门坏了，就会去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好不容易大雄交换了知识点，但是这个飞船该怎么修呢？哪怕罗布鲁猜测是次元振动操纵杆扭曲了，哆啦 A 梦他们也依旧是个门外汉啊，根本没有掌握任何修飞船的技术。好在哆啦 A 梦的脑子里蹦跶出了一个新想法，他立马拿出时光包袱皮，将它盖在了操纵杆上。就这样，不到一会儿，随着查米的一声叫喊，大雄几人发现飞船已经脱离了超空间，罗布鲁家所在的旷野星近在眼前，这也太棒了吧！哆啦 A 梦和大雄忍不住就握手庆祝了起来。但这样的话，榻榻米的洞口不就消失了吗？哆啦 A 梦带着大雄立即奔向了仓库，场面一度混乱。好在洞口并没有消失，但地球的空气实在是太不适合罗布鲁他们呼吸了，没办法，两方只好默默道别，分别回到了自己的星球。真是奇妙啊！谁会想到在遥远的宇宙里，有一颗星球正和这个榻榻米紧密相连呢？番茄撒花，开玩笑的，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，棒球的空地还没有解决呢。一放学，胖虎和小夫就盯上了大雄，哪怕大雄先行一步躲了出去，也依旧在家门口被堵了个正着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哆啦 A 梦一个人静静思考了很久，终于想到了一个法子。他先是拿出了一些迷你选手，只要摁下你喜欢未知的球员的按钮，它就会变成你的身体，这样就能肆意的打棒球了。尽管这样，球场的事情还是没有解决啊！胖虎气到裂开，还直接误伤队友，给了小夫一拳。哆啦 A 梦赶紧拿出迷你球场，这样在屋子里也能打棒球了。但胖虎还是不满意，直接表示自己想要的是一个可以打棒球的真实场地。尽管如此，迷你球场勉强也还算可以，他就先和小夫抬走了。这也太乱来了吧！大雄和哆啦 A 梦不由得就想念起了罗布鲁和查米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榻榻米下面的洞口竟然还没有消失。通过飞船，两人成功搭乘机库的电梯到达了旷野星。虽然过程中有些瑟瑟发抖，但这个星球也太美了吧！繁星密布，还有着一蓝一红两个月亮交相辉映下，星球上洒满了紫光。虽然有些荒凉，但这不是正好吗？可以用来打棒球啊！就这样，两人一拍即合。但就在这时，一群鱼形蛙悄然出现，包围了他们。两人赶紧爬上了一旁高高的岩石。突然，鱼形蛙全部退走。哎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是海啸来了！大雄两人吓得拔腿就跑。虽然意外发现自己的速度和弹跳力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但还是成功被海啸给淹没了。幸好哆啦 A 梦立刻拿出了竹蜻蜓，两人赶紧飞上天空。但此刻旷野星已经惨遭海啸席卷，他们根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，只得先坐着临时救生筏踏上了寻找罗布鲁他们的道路。不过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生命当玩笑，该睡还是得睡的，不然小心直接猝死啊！秉持着这样的信念，大雄他们顺利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一早，旷野星恢复了平静，临时救生筏也靠了岸。与此同时，一座顶着防护罩的房子耸立了起来。罗布鲁一家高兴地走了出来。紧接着，在查米的探索下，大家再次相逢。可由于洪水的原因，飞船被冲走了，于是他们再次开启了旅程。首先，他们遇到了罗布鲁的邻居莫卡兰先生，他脾气非常温和，答应一有飞船的消息就立刻通知。但他的儿子布布却有些幸灾乐祸，觉得飞船肯定是找不着了。就这样，大雄几人继续前行，可意外来的就是那么快。突然，卡尔泰矿业的太空船登了场，他们实力雄厚，没有明确的证据，连警察都管不了他们。所以，哪怕他们一直想把旷野星上的人赶走，霸占这个星球上的卡尔泰矿，大家也拿不出办法。那么，卡尔泰矿是什么呢？
它是支撑文明发展的重要矿石。只要将2块结晶轴稍微一挪，便能产生反冲能量，而且通过结晶的大小和偏移的角度，还能自由调节能量。这也太有意思了吧！大雄直接就想动手尝试一下，结果一不小心便整个人弹射了出去。但托他的福，大家也终于顺利的找到了飞船。到了晚上，众人欢聚一堂，谈天说地。尽管再次面临分离，茶米非常难过，也依旧送走了大雄2人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想法蹦跶进了大雄的脑子里：他们已经消失2天了，一想到会被狠狠收拾一顿，2人就赶紧找到妈妈认起了错。谁知道妈妈却告诉他们，现在离胖虎小夫回去还不到2小时呢。哇哦，旷野星简直就是完美啊！第2天，大雄立马找到胖虎、小夫和静香，开启了一场神秘的外太空旅行。而这个时候，旷野星已经繁花盛开，绿意盎然。顺着小路走过，他们遇见了各种神奇的生物，不仅有气球般的熊猫、蛋形样的鸟，还有近视眼的2足象。就这样，大雄5人快乐地享受着惬意时光。带着竹蜻蜓的他们轻松没烦恼，还很快到达广袤的平原，准备开始打棒球。胖虎还提议将这块球场命名为大雄球场，可事情真的能那么顺利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大家不仅发现因为旷野星重力超小，根本打不了棒球，还直接遇见了卡尔泰矿业的太空船，受到了他们的无情攻击。这下可糟了，胖虎和小夫生气极了，觉得大雄不该带他们来这么危险的地方，直接就拉着静香离开了。大雄和哆啦 A 梦伤心的回到了罗布鲁家，试图劝说他前往地球生活，但罗布鲁却决定用爸爸留下的休克枪保护自己的家人朋友。很快，胖虎和小夫重新找回空地，打起了棒球，却对大雄非常疏远。大雄很不服气，一个人待在家里练起枪来。不得不说，他的枪法天赋还是超棒的，虽然是塑料子弹，也不能动摇他保护旷野星居民的决心。就这样，他再次和哆啦 A 梦跳进了榻榻米。和以往不同，他们来到了罗布鲁出生的都市星，这里非常繁华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而那栋最显眼的建筑就是卡尔泰矿业的总公司，用违法犯罪积累起来的钱财发展到现在的庞然大物。紧接着，罗布鲁利用跃迁带领大雄2人进行了一场宇宙旅行，但就在他们放松警惕，罗布鲁开始摆 pose 喝咖啡的时候，卡尔泰矿业的太空船突然出现，朝他们撞了过来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罗布鲁操纵飞船紧急降落，哆啦 A 梦也提供了食用宇航服，但他们还是晚了一步，被卡尔泰矿业的人成功找到。这该怎么办呢？大雄赶紧掏出自己的玩具手枪，让对手成功失去了武器，但对方人高马大的，怎么正面冲突嘛？大雄和哆啦 A 梦只得撒腿就跑。罗布鲁和查米不小心落入了魔爪，巧妙的是，大雄2人来了波绕星球宇宙的背后攻击，而且由于重力不同，他们成为了超人一般的存在。大雄一顿乱拳就迷迷糊糊成功克敌，哆啦 A 梦也顺势加入，给敌人送上了狠狠一击。但大雄还是有些不敢置信，还以为自己又开始做梦了，弄得哆啦 A 梦只好掏出释梦器，给了他一个小教训。就这样，大雄和哆啦 A 梦不仅成为了旷野星的荣誉市民，还成功收获了一个五角星纪念品。但那也只是因为旷野星的重力很低，回到地球后，大雄还是一个普通人，连棒球也扔不了多远。可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大雄和哆啦 A 梦在旷野星上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，还总帮助居民耕种食物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卡尔泰矿业再次来袭，不仅破坏了粮食，还将卡莫兰先生捆在地上施刑。幸亏哆啦 A 梦及时出现，他先是利用防身斗篷成功挡下了一波攻击，又头戴竹蜻蜓撞掉了很多敌人。紧接着，他还和大雄一起用力挺起小型飞船，将敌人狠狠摔在了地上。大雄他们取得了胜利，旷野星恢复了平静，大家又一次过起了快乐的生活。罗布鲁的妹妹还学会了翻花绳，可妈妈却监督起了大雄的学习。卡尔泰矿业也并没有死心，再一次卷土重来，不仅烧毁了刚种好的农作物，还提高了防御，使得大雄的塑料子弹对他们飞船毫无作用。这该怎么办呢？有事就找哆啦 A 梦啊！他立马掏出了放大灯，直接将光对准了大雄的子弹，顺利助攻大雄打掉了2艘小型飞船。但敌人也不是吃素的，立刻采取了包围战术。大雄2人险躲过，但马上又有一艘飞船冲了过来。哆啦 A 梦不慌不乱，直接用微缩灯将飞船变小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敌人顿时就和大雄打了个近距离招呼，没来得及跑多远，就再次被他击落在地。不得不说，这也太丢反派的脸了吧！于是他们毫不犹豫请求了总部的支援。哇哦，这打扮，天哪！亲，你竟然还要跑到别的片场打杂工，也太刺激了吧！
此刻，旷野星的冬天即将到来，卡尔泰矿业绑走了布布，用他的父亲卡莫兰做威胁。得知了大雄他们前来的通道，还特意在门口布置了炸弹，只要大雄他们一来，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。就这样，卡尔泰矿业再次大举进攻，打着地壳变动的幌子，准备用地核破坏装置威胁旷野星的居民离开。罗布鲁独自一人踏上了救援之路，查米则准备向大雄他们求援。卡尔泰矿业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的爆炸装置竟然被一只小兔子给破坏了。听见爆炸声，还以为自己大仇得报呢。这个时候，静香也受妈妈邀请监督起了大雄学习。但从查米那知道旷野星有危险后，大雄心意已决，哪怕通道已经摇摇欲坠，也毅然决然地跑去了旷野星。静香也很不放心，怎么能丢下朋友不管呢？于是他立马找到了胖虎和小夫，两人也是相当给力。一听见大雄有难，便立马行动了起来。此时此刻，大雄已经顺利救下了掉下悬崖的罗布鲁，地核破坏装置也到达了旷野星的中心位置。卡尔泰矿业的警戒越发森严，哆啦 A 梦只得拿出了伪装移动球，变换成了一块落石，但很快就被发现了不对劲，落石怎么会这么自由灵活的移动呢？于是他们直接就遭到了一波猛烈的射击。好在哆啦 A 梦还有空气炮，立马开展了反击，还以颜色。但大雄他们还是难免陷入了危机，哆啦 A 梦只得利用大型灾难训练器引来了洪水。紧接着，他们立刻带上竹蜻蜓，在大雄的瞄准加持下，罗布鲁成功击倒了卡尔泰矿业请来的助攻。但随着洪水不小心冲到了大型灾难训练器，大雄几人再次遭遇了危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金香三人赶到了旷野星，在布布的帮助下，驾着飞船及时将他们救下。就这样，救世五人组集结完毕。在胖虎三人的棒球攻击下，卡尔泰矿业损失惨重，要不是及时撤退，早就名不黄泉了。现在只剩下地核破坏装置没有解决了。哆啦 A 梦赶紧拿出了穿透环，带着大雄他们钻了进去。等他们落地，时间只剩18秒了，这样弄不清楚到底哪个是停止按钮的三人惊慌失措。好在罗布鲁智商及时上线，将时光包袱皮盖在了破坏装置上，耀眼的白光终于消失，一切都没有发生。与此同时，卡尔泰的罪行终于受到了揭发，警察及时赶到，将他们送进了监狱。就这样，又是一个 happy ending。旷野星得以保全，大雄他们受到了表彰，还获得了一朵雪之花作为纪念。查米非常难过，不停地质问哆啦 A 梦回到空气那么差的星球干嘛？但离别还是来临，查米和罗布鲁跟众人挥手道别。也许他们不会再见，但感情永存在他们的心中。说来好笑，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才觉得榻榻米有些奇怪，捡起地板一看，旷野星已经消失不见，一只老鼠跳了出来，成功把妈妈和哆啦 A 梦吓了一跳。好了，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